第28章，昨晚谢谢。晚上的活动分为3个阶段，第1个阶段是吃饭喝酒，第2个阶段是唱歌喝酒，第3个阶段则是酒吧喝酒。我的酒量并不算太高，但是持续作战能力很强，所以2重关口过了，基本都趴下了，我竟然还能坚持。去酒吧的时候，我陪老唐，老唐这个月自己干了1万多的业绩，我这一边还给他分了2000块的提成，月薪妥妥的过5000了，他挺满足的。他跟我讲，陈斌，张乐估计马上就辞职了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没有说话，只是举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。博越的这份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的，当时我倘若有选择的余地，早就辞职撤了。毫不夸张的说，人只有走到绝路上了，才能豁得出去，也只有豁出去才能干得了这份工作。张乐在我们这一批人中天分最好，但是现在业绩最差，终究还是坚持不了了。所以人生的聪明其实并不一定好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穷困潦倒的聪明人。我第一次意识到识人辨人，聪明也绝对不是最关键的要素。放在1个月之前，谁能想到老唐和张乐2个人最终淘汰的会是张乐呢？希望张乐前程似锦。我说了一句，老唐点点头。我们心中都明白，前程似锦只是祝愿。在深圳这个城市，像我们这样的穷屌丝，没关系，没背景，没学历，要想前程似锦，也唯有能豁出去。我和老唐这样，可以说是拿命来拼前程。我想到了一首歌的歌词，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。我在酒吧花了100块钱点了这首歌，我和老唐对这首歌都有太多的感触，所以喝了很多酒。我坚持到了最后，送走了老唐。我回来结账，这个时候差不多凌晨1点了。我看到吧台上趴着一个女人，喝得酩酊大醉。我并没有对其投入太多的关注，因为酒吧这样的人太多，并不奇怪。然而接下来这个女人忽然冲我喊了一声陈斌，我愣了一下，借着酒吧昏暗的灯光凑过去一看，这女人高经理在这里碰到了高燕，我简直惊呆了。高燕怎么会在这里？按照正常情况，伊布今天晚上应该也会有活动，会不会因为我干掉了温小兵，从而让伊布把今天原定的庆祝活动都取消了呢？在这里看到了高燕，我觉得不排除有这种可能。高燕没有穿平常的职业套装，而是换了一件浅色的长裙，头发也散开了，形象气质和平日相差太大了，可以说判若两人。她看上去喝了很多酒，满脸潮红，一身都是酒味儿，她的眼睛都是闭着的。如果不是她叫了我名字，我绝对不会察觉眼前这人会是高燕。哎呀，帅哥，你可算救了我的命了。这位小姐，你们既然是同事，那就交给你了。我们酒吧也快打烊了。酒吧的小哥如蒙大赦一般对我指了指高燕，女孩子一个人喝了酒，晚上很不安全的。我操，我想说我他妈也喝了酒啊，我自己怎么回去都不知道呢，现在还让我带个酩酊大醉的女人，这怎么办？我尝试喊醒高燕，但是任我怎么喊，高燕就是不睁眼，就哼几声。我很无奈，只好让酒吧的小哥帮我喊了一辆的士。我把高燕扶上车，然后就在附近开了一个连锁酒店，把高燕送进了酒店。到了酒店之后我还不离开，我担心这个女人晚上万一有事怎么办。我把她掀到床上，人已经累得精疲力竭，我自己也委顿到了地上。我也喝多了，在醉的边缘了。这一番高强度的搀扶，我累得连手指都动不了了。我就这样四仰八叉的躺在酒店的地毯上，竟然沉沉入睡了。迷迷糊糊，我像是做了很多梦，梦到了很多在深圳的人和事，尤其是梦到了苏雪娇，梦到了她家里那一张松软舒适的大沙发。我和她在那张松软的沙发上曾经很多次的抵死驯马，那种疯狂裹挟的是奔涌的欲望，欲望的高峰被一浪又一浪的往上推，在最高处的时候突然坠落，那种酣畅淋漓让人沉醉。迷迷糊糊中，我似乎又重新体会到了那样的疯狂和激情。我感觉自己怀中抱着的是一团温暖湿润，我无数次的被推到风口浪尖，然后又无数次的从风口浪尖坠落。等我真的恢复意识，回归现实的时候，我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。我他妈和高燕竟然滚成了一团，滚在了一起，屋子里全是酒味，全是汗的馊味儿，从床上到地面的地毯上都是一片狼藉。我有些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看了一眼身旁的人，高燕眼睛还是闭着的，但是我看到她满脸的潮红，我明白她应该醒了，恐怕脑子里比我还乱，比我还尴尬吧。宿醉的您 IT， 我去浴室用水冲凉，任由热水从头顶冲下来。等我洗完把衣服穿好走出来，高燕也基本穿戴妥当了。我的性格本就不是那种特别能找话说的人，高燕也是冷傲的人设，两人竟然对峙到谁都不能说话的情景。最后还是我说，高经理，今天上班我请假了，您可不能缺席。高燕一声，陈斌，你刚刚来公司的很多事情你并不懂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敌人是伊布，是温小兵。我一笑，高经理，我可从来没有那么想过，我和温小兵之间能掐起来，纯粹是他挑衅在前面，他一开始就抢了我的黄金锁业，我们巴不连续丢了那么多单，
一直都是逼不得已的防御。高燕皱皱眉头，不说话了。高经理，其实这样也好，如果不是温小兵，我肯定干不了10多万的业绩。我估计公司领导巴不得我们斗得越凶，公司的业绩越好。这么美的事情，领导们还能不喜闻乐见？高燕不说话了，他把手提包拎起来去开门，门打开，他扭头对我道：“我先走了，昨晚谢谢。”砰，门关了。我一脑子门的问号，我心想高燕谢我什么？谢我把他带来了酒店吗？谢我们无比荒唐的一夜吗？我心里觉得怪异无比。